大家好，欢迎来到 Garden 365，我是 Susan。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如何在家里种出比在店里买的更粗更嫩的豌豆尖，也就是荷兰豆尖。这就是我刚刚从地里采摘的荷兰豆尖，又粗又嫩，个人感觉呢质量不错，很满意，所以迫不及待的想要分享给大家。特别是新西兰最近的菜价是贵得离谱，更不用说是豌豆尖了。如果有条件的朋友呢，可以在家里适当的种上一些。虽然它卖得很贵，其实种起来呢并不是特别难。要想种出高质量的荷兰豆尖呢，首先我们要选对品种，我们要选择爬架子的高品种，一般高度在1.8米左右。这里呢有3个品种，第一、第2种呢是需要搭架子的，我们最主要吃它的豆荚，所以呢叫它荷兰豆。第3个品种呢不需要搭架子，长得很矮就开始开花结豆子，我们最主要是吃它的豆子，所以呢叫它豌豆。我们用来种水培豆苗的豆子呢，就是这种豆子，它可以在卖干货杂粮的店里买到。同样是爬架子的荷兰豆呢，高度也不同，有1.8米左右的，还有1.5米以下的。买种子的时候呢，我们看一下后面的介绍说明，选择高一点的品种。下面就让我们用实际例子来看一下，为什么高的品种的荷兰豆种出来的豆尖呢会又粗又嫩。为了让大家能够有一个直观的对比呢，我先用买来的豌豆种一些土培的豌豆苗。通常我是用水培的方式种豌豆苗的，不过呢，豌豆苗也是可以种在土里的。豌豆先用水泡发，大概1天左右就可以了。然后呢，撒在土的表面，撒得稍微密一点，上面呢再盖一层1厘米左右的薄土。接下来呢，就是保持湿润，土不能干。我们要用带花洒的水壶，天天浇水。用不了几天呢，豌豆就会发芽。由于它是矮品种，所以同时呢，它会长出很多卷须。这些卷须稍微长一点，就会盘绕在一起，像这样。而且呢，很容易变老，会直接影响到豆苗的口感。所以当豆苗长到15公分到20公分左右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准备采摘了，不要等到它长得太高。这种用豌豆种出来的豌豆苗呢，也很嫩，但是不够粗。如果想要种出又粗又嫩的豌豆苗呢，我们就要换豆子的品种了。让我们来看看爬藤的荷兰豆在开花的时候，它的结构是怎样的。我们看到要开花的荷兰豆呢，它的豆杆之间的间距非常长，而且随着开花，豆杆呢慢慢的都变成了纤维化，肯定是不能吃了。只有带花苞的顶尖看上去还算嫩，不过这时候就算我们把顶尖掐掉，下面呢也很难长出更多的侧枝来。整个植株呢，现在都在集中营养来结豆荚，那没有更多的侧枝呢，我们就没有更多的荷兰豆尖可以采摘了。而且有花苞的荷兰豆尖和没有花苞的呢，在品质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我们先采一个有花苞的荷兰豆尖，然后来对比一下。这是我今年种的第3批1.8米高的荷兰豆，现在还没开始开花，整个植株的颜色还是嫩绿色的，而有花苞的荷兰豆尖呢，颜色较深。当然了，肯定是颜色越浅的荷兰豆尖越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选择高一点的品种，因为我们不想让它早早的开花。一旦要开花了，整个植株的纤维就会增加，颜色变深，口感变老。我们在店里买的豌豆尖呢，大多数都是这种带花苞的。如果感觉口感老呢，可以把最下面的一片叶子摘掉，只留尖。所以要想吃到真正高质量的豌豆尖呢，还真是要自己在家种。这样呢，我们就能任性一点，想多嫩采都可以。选对了品种之后，在种的时候还要加足底肥。我这次用的是有机的动力肥，名字听上去很厉害，其实就是混合的有机肥、粪肥，再加上雪谷粉、鱼肥，还有海藻肥，把它们混合在一起。其实我平时用的最多的还是羊粪，
然后再加上自己做的各种肥料混合之后呢，作为底肥。这次羊粪用光之后呢，看到它的价钱呢也不是特别的贵，所以就买了一包来试试。而且它还含有一些微量元素，像锌啊、钙啊、镁。个人感觉呢，它更适合一些瓜果类的蔬菜，所以夏天呢我会再买几包。那么我们种蚕豆尖、豌豆尖呢，只要用含氮量高一点的肥料就可以了，只要加的足一些。第3点要注意的是，我们在种的时候尽量种的密一些。我基本上是一粒种子挨着一粒种子种的，没有间距。许多菜如果间距小了呢，就长不好，长不大。而荷兰豆尖呢，反而挤在一起呢，会长得更嫩。同样道理，豌豆尖也是，我在撒种子的时候呢，密密麻麻的撒了一层。我们种的蜜除了是为了让豌豆尖长得更嫩，还有一个原因是，如果种少了根本不够吃。它不像四季豆，种上10颗20颗呢就够吃了。我在这1米范围之内呢，撒了60、70颗种子，这样采摘一次荷兰豆尖呢，才够炒一顿的。第4点就是要注意采摘时间，这一点也非常重要。采早了呢不够粗，采晚了不够嫩。那么什么时候是采摘的最佳时机呢？我们要等到豆杆完全膨大，但是呢还没有开花之前，这个时候的豆尖质量是最好的。我们来具体看一下，这是最下端的豆杆，现在已经开始纤维化了。我们呢再从上端掐一段，然后来对比一下两者的粗细程度。差别非常明显，上端豆杆要比下端的粗将近1倍，所以不是越早采摘就越嫩越好。像我这个1.8米高开白花的荷兰豆，豆杆呢是在40公分左右开始膨大，那现在是70公分，所以现在采摘的应该是质量最好的。今天我要把这最上面一层15公分到20公分长的豆尖全部采摘了。采摘的时候我是挑最嫩的，从上往下一个豆尖，再加一片彻底舒展开的叶子，就像这样，这是我自己的标准。其实往下10公分左右的豆杆呢也是非常嫩的，如果大家想吃呢也可以采来吃。采摘完之后过一段时间它们会长出新的分支，我们还可以再采摘1到2次，然后呢就等着结豆子了。再来说一下这个荷兰豆架，现在我用下来感觉非常方便实用，因为豆秧呢已经有70厘米高了，但是没有发现一点浮倒的迹象，而且我们摘豆尖也非常方便，因为两面呢都没有遮挡，以后摘豆子也会很容易。如果大家想知道怎样搭这个简易的荷兰豆架呢，我把视频的链接放在了说明栏，大家有空可以去关注一下。大家看到豆杆的底部呢会有一些病叶和枯叶，而且豆杆上呢还会有一些黑斑。我呢最怕的就是白粉病，只要没有白粉病，我一般不会做特别的处理，就把这些不好的叶子摘掉一点就可以了。像这是蜗牛吃的，我家的蜗牛呢也不算多，上面的叶子呢它们也吃不到。荷兰豆就是这样，上面不停的在长，下边的杆子和叶子呢就会枯萎，甚至还会生一些虫病。我个人感觉只要病虫害不泛滥呢，大家就不用过多的担心。我除了在种之前在土里加了1小把石灰，大家也可以用草木灰代替，然后在整个生长过程中呢，我都没有进行病虫害的处理。采摘完之后呢，我们可以加一点肥，然后不要缺水，过一段时间呢就又可以采摘了，是不是一点也不难？
我呢就是这样种出满意的豌豆尖的。首先选对品种，然后呢加足底肥，在种的时候适当的种的密一些。采摘的时候呢，要等到豆杆开始膨大了再采摘，不要太早，也不要太晚。只要注意这4点，相信你也可以在家里种出又粗又嫩又美味的豌豆尖的。希望这期视频能够帮助到所有喜欢吃豌豆尖又想种豌豆尖的朋友。如果你也喜欢我的分享，别忘了点击订阅并转发。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